干爹，我们是不是原生态要改名木叶村了？为啥你戴这个头巾是 cosplay 卡卡西呢？这是？啊？这是卡卡西吗？我没看过火影。卡卡西的造型就这样啊，穿个那个绿背心儿，然后戴个这个头箍，这是火影忍者标配啊。没有，这不是这个 Tonanit 这个耳机到了嘛？它要进行一个 AR 建模，就是在建模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里面送的这玩意儿给它带上。怎么样？看着还行吗？看着帅吗？那看着挺酷的，我靠。可以啊。还不赖。哎，江里听过这个耳机了吗？感觉怎么样？我刚刚听力耳朵不太对劲儿啊，感觉那声音虚无缥缈的，好像感觉不实在啊。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其实这个耳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感觉有点怪怪的，对吧？不对劲儿，它声场不对劲儿的。因为这个耳机是咱们戴子哥的那个耳型啊。对，因为这个耳机不是戴子哥带过来的吗？他已经拆过了，然后试听过了。我刚刚问他了，他说已经扫描过了，等于说这个耳机的声音是戴子哥的声音。哦，那就是他，因为他耳朵和我们不一样，所以说他觉得对的声音，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了。对，放我们这儿就不是那样了啊。对，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耳型是不一样的，所以建模出来的数据也不同，所以这个声音肯定也就不一样嘛。我前面在 APP 里面自定义模式给它关掉了，声音一下子就正常很多了。然后我就想着试试看，哎，扫一个我自己的耳型，看看效果如何。怪不得我说刚刚的声音怎完全不对劲儿 ，Final 应该调不出这样的声音的。哎，你就赶紧试一下，看看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玩法，我有点好奇它这功能了，对吧？还是非常好奇的，因为就基础调音下面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我现在非常期待最终扫描完成的一个效果，看看这个听感上面到底有多少提升。确实也不怪咱们，你像咱们之前见的真无线耳机，它没有这个功能。之前也就拜雅可能有一些自定义调音嘛，还有 Noble 也有一个。拜雅的话，它就是从低到高的那个声波，你听到就摁，完成一个自定义调音的。哦，它那个比较简单嘛，整体来讲还是也很快。就是测量你的听力。拜雅不是通过扫描你的耳型来完成这个测量的，而是纯粹通过听力的。而这种扫描的话，我认为结果会更加的客观，也更加的准确一点。那按理说它这个东西对于声音的克制化，就要比之前那种就还是要有意思多了，它就更准确了。等于说咱们有那种定制耳机的客制化，就是根据耳型去做一个定制耳机嘛，那种是耳机外形的一个客制化，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能戴。而这种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声音或者说是音乐的客制化，这种音色是专门为你一个人所特别调音的。那这么说就有意思，那赶紧试一下吧。可以，接下来就试一下，看看最终效果怎么样。等我调完之后啊，咱们来一段原试听，到时候听听看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就是原始状态与我的听感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差距，到时候来一个原试听给大家试听一下。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小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就是这款来自 Final Audio 的真无线 TWS 耳机。其实不瞒大家说啊，这款耳机我已经拿到了有1个月了，今天是1月17号周六。这款耳机在我手上大概停留了有1个月的时间，但是这1个月时间我几乎没怎么听，就是拿到手的第一印象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听起来声音有点空，有一点点飘，就是缺乏一定的声音重心，听起来给人漂浮不定的感觉。但是今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的，鬼使神差的啊，真的就鬼使神差的，把放在桌子上放了1个月的这个 Tonanit 拿出来又听了一下，感觉其实和之前一样，但可能是我今天因为装了 APP 的缘故嘛，把里面的个人设置，也就是咱们戴子哥的那个个性化设置啊，给关闭掉了之后，一下子的这个感觉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什么缺乏重心啊、声音飘忽不定啊这些问题都通通没有了，而是有了一定的密度与落地感了。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款耳机在完成一个 AR 的扫描之后，到底能够提升多少。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一期视频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开箱，以及大家看我去怎么扫描这个 AR 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啊，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我看那个 App 里面提示可能要40分钟，这个时间我认为有点过于夸张了。您如果说受不了这个时间，以及一直听我啰嗦的话，您把那个倍数把它调到2倍数会好很多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看一看这款耳机。首先看一下包装，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 Tonanit 这个产品型号了。其实这是 Final 第一次在真无线上面用上这种代号的形式，因为之前咱们看产品的话，比如说像 ZE3000 这个产品是广受好评的，以及 ZE3000SV 对吧？那个就不谈了。
再比如 Z8000 还有 Z8000 MK2，通过这些型号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Final 一直走的是数字的形式，而不是用代号去命名一个产品的。我一开始以为这款产品会叫做 ZE-10000，因为之前有一个 A-10000嘛，这正好对上了，就像 ZE8000之于 A8000一样。并且官方也明确说明了 Tonalite 这款耳机的声学技术有一部分是源自于 A-10000的，所以我认为这款产品我们称之为 ZE-10000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当然了，官方怎么叫咱们就怎么说，就叫 Tonalite 的。背后这里有个产地，产地的话依然是咱们中国的。现在全世界的真无线耳机啊，基本上都是在咱们中国产的，这一点没什么意外。一些基本的信息先简单跟大家过一下，防水等级是 IPX4。无线充电，2点同时连接，这些都是 OK 的。还有必不可少的主动降噪，对吧？这次主动降噪是有一点花头的啊，因为这次 Final 不知道是疏通了哪里的神仙，居然是用上了索尼的降噪芯片。这颗降噪芯片的型号叫做 CXD3784。这一点咱们感觉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也没听说过2个真无线品牌有一个技术合作的，对吧？所以这次 Tonalite 的降噪水准，我认为不存在太多的担忧，并且每一边都配备了3个麦克风，用来采集环境噪音，所以在降噪方面，我认为不存在太多的顾虑的。而在蓝牙协议方面，我认为不是特别丰富啊，因为主流的比如 aptX HD、aptX Adaptive 这种都是不支持的，只支持3种协议，那就是 SBC、AAC 以及 LDAC。虽然用上了蓝牙 6.0， 但是在蓝牙协议方面，我认为支持的不算多。在续航方面，耳机单次最长使用是9个小时，配合充电盒的话，最长可以达到27个小时。那这个数字咱们还是要按惯例去打个折嘛，哪怕咱们打个8折，也有7小时以及完全充满电的20小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成绩，我认为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续航焦虑的。好，快速的过一遍产品的这些参数，咱们就开始看看里面配件有哪些。这个头带是前面已经拿出来了。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3对 Final 机套。这个机套的话是海绵泡沫状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被动隔音性能非常强，而且佩戴特别舒适，是有一点类似于海绵的。但是这种机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拿酒精擦。如果说脏了的话，您吹一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拿酒精去擦它。擦完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个记忆效应了。然后这个的话算是一个固定扣，就是可以增强耳机的这个稳固性的。此外还有5对滤网。滤网的话就是耳机出音孔的那个，比如说您一个耳机用的时间长了，有耳垢了嘛，可以将这个滤网进行一个替换。配件方面就是这些，这里有一个快速指南，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浪费大家时间，咱们就不多说了。好，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进入这个 AR 扫描的阶段，这个步骤会比较的漫长啊。我们将配件盒里面的这个头带拿出来。找一张桌子平铺，在正中间贴上这个标志，另外一面也是如此。贴上去之后，咱们就到了 cosplay 火影忍者的阶段了。把这个标签放置在耳朵的上方，然后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您有佩戴耳环，或者说您戴眼镜，这个眼镜腿在这边嘛，或者您的头发挡住耳朵了。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将耳环取一下，如果说有戴眼镜的话，把眼镜也取下来。如果说头发挡住耳朵的话，就适当的撩一下，不然的话有遮挡物会影响这个采样的。有一个细节是，您尽量在一个光线充足的环境下去操作，因为光线充足的话，拍摄起来会更容易拍摄嘛。接下来咱们就进入这个连接的阶段，首先将耳机拿出来，与手机进行一个蓝牙配对。我这里是已经配好了。配好之后，在这个 App 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左右耳机的电量，然后下面有几个模块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环境声音控制分为降噪和环境音，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也就意味着是没有关闭降噪这个功能的，要么降噪，要么环境音，只有这2种模式。音质优先和降噪优先，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您是要更好的音质，还是要更好的降噪？因为降噪功能会必不可免的影响到音质的发挥嘛。音量调节优化器，这个的话可以帮助您更准确的寻找到您所合适的那个音量，而不是过大或者说过小，就是怎么调都调不到自己的那个点。那么有了这个音量调节优化器会好很多。多点连接的话，就是最多支持2个设备的连接。时段音频均衡器，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EQ 了，这方面我一般不怎么调整的。触摸控制一共是有3种 ，Type A 到 Type C，3种组合一共是有。此外还有一个固件更新，这个也不用解释了，就是可以更新耳机的软件。我们重点的话还是放在 DTAS 这个模块上，大家在操作这个模块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操作，我们看看这个时间到底要多久。这里提示的话是40分钟，但是我之前也有看别的 UP 主说20分钟它能搞定，我们来试一下大概要多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步骤当中，如果说您中断了，比如说来电话了，或者说暂时退出了，都不要紧了，这个 APP 可以记录您上一次的这个操作步骤。首先，这里会有1、2、3、4等等这些关于 DTAS 的一些说明，咱们就理解为广告吧，就不去管它了。重要的还是整体的一个步骤，分为1、2、3、4、5个步骤。哇，这个步骤有点复杂的。当我们开始建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看这个 App 上面的视频说明，有详细的操作步骤。OK， 先左后右，先扫脸，再扫耳朵。在震了2次之后，就说明这个步骤完成了。这时候我们再去看手机屏幕，它会自动提示下一步的。接下来是耳朵拍摄，首先是拍摄左耳，然后右耳。其实整个过程不麻烦的，您只需要跟着这个教程走就可以了。好了，重新拍摄。好像可以了，不行。大家拍完之后不要轻易的去点那个确认，最好看一下效果，因为它这个 APP 没有那么智能的。我前面这个操作其实不太对的。其实应该是前置摄像头正对着我们，不要这样操作。不好意思大家。意思就是只需要动头，不需要动手机。这个取下来之后，大家适当保存一下。没有检测到 AR 标记，哪里不对吗？还得再拍一遍。如果说它一直检测不到的话，咱们就切换为那个手动模式。到这个时候，这个头带就可以取下来了，后面用不到了。这个头带还是要收好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喜欢音乐，同时他也对于新兴的这些玩意儿，对吧，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带着他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其中的区别。第二步，外耳道测量。我们将两个耳机带入到耳朵里面，一定要带稳确认塞到位了，而且饱满了，然后我们点击开始。好，两边各响一下，然后耳机就可以取出了，等待 Final 的这个服务器分析就行了。也就是说，耳机其实是在采集我们的耳道数据，然后将这个数据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分析，然后云端再根据这个分析的结果返回一个数据给到我们的耳机。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可以看出来这个耗时还挺漫长的。测量错误，发生了密封泄漏，重试。希望大家能够一次搞定，不要像我一样一个操作重复几次，因为每一次这个上传分析所需要的时间都挺久的。好了，又要等了。咱们希望这次能够测量成功吧。这还没完，后面还有很多步骤，因为我前面看一共是有5个步骤嘛，这才进行到第2步好像。感觉 Final 这个 Tonalite 这个 app 在测量之前提示的40分钟时间没有夸大，我估计就算顺利的话，30分钟应该也是需要的。咱们这个视频在播出的时候不会把这个等待的时间放在里面，不然的话太浪费时间了。实际的话，每一个测量步骤之后都需要大概3到5分钟的等待时间了。
好，下一步，取下耳塞的情况下，把耳套取下来就是将耳套取下来之后，把耳机轻轻的扶在耳朵里面就可以了。下一步，右点。好，下一步。又进入这个服务器正在分析的阶段了。其实主要的时间都是花在服务器正在分析这个过程了。咱们测量的话，大家刚刚看到，其实挺快的，对吧？无非就是拍几张照片就行了。这个服务器分析的过程真的是非常漫长。咱们趁着这个时候说一下 Tonalit 这款耳机的2个痛点吧。虽然音质还不错，但是痛点也是客观存在的。第一点的话，就是这款耳机我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啊，也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只听了一耳朵的原因，就是这款耳机拿到手上，这个塑料感拿在手上实在是有一些过于突出了。当然了，重量轻戴在耳朵上会更舒服，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塑料感这一点，我认为是避免不了的。虽然表面用了这个粉雪涂层啊，不太容易沾指纹，但是整个充电仓拿在手上的这个质感，我认为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因为本身是2000多块钱的真无线耳机嘛，这个质感我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第二点的话，就是耳机的这个外形了。这个外形我不说，大家可能也能联想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吧？ Final 做这个外形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谁不想做小？但其实从 Z18000 到 Z18000 MKR 都是这种外形设计。哎呦，分析完成了，咱们接着吐槽啊。因为 Z18000 以及这个 Tonalit 这2款耳机内部都塞满了元器件，比起一般的真无线耳机来说，内部要复杂的多，并且里面还有一颗10毫米的动圈单元嘛，而且这颗动圈单元的结构和一般的也有所差异，是一个半密封的一个状态，不是全长真无线耳机那种单元直接放置在腔室里面。而 Final 的话是给内部的发声单元单独做了一个声学腔室，再将这个声学腔室放置在耳机外壳里面，所以在结构方面比起一般的耳机要复杂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做这么大的原因。但是啊，既然都已经这样做了，那为什么不做个白色的，对吧？我相信啊，如果说有白色款的话，白色的颜值应该还好。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我自己是更喜欢白色啊。虽然存在这2个痛点吧，就是略显塑料感的机身、略大的外形以及没有白色这个遗憾，不过还好，佩戴感还不错。这可能跟这个机套也有一定的关系，并且耳机上面因为还有个鲨鱼鳍嘛，这个设计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支撑的效果，对佩戴的稳固性是有正面作用的。其实本来只想说这2个槽点的，但是刚刚一直在分析，所以其实还有第3个槽点，就是这个土豆服务器用的显卡是不是实在太菜了？居然要等这么久才可以分析完成，我认为在服务器方面 ，Final 是不是得升一下级了，再去买2张显卡，提升一下算力吧，不然的话这个等待过程实在是有些漫长了。咱们下一步，把耳套装上，外耳道测量，我去，这才第2步啊！哦，外耳道测量已完成，我吓一跳。咱们可以进入第3步了。这一段比较绕口，给大家念一下：声学虚拟分身的生成与声学模拟。将根据您的身体形状数据生成声学虚拟分身，并在虚拟声学空间中进行模拟，感觉有点玄乎的，看看怎么弄啊？又是要等待。这一步的话，应该是前面第1步，就是咱们前面扫来扫去嘛，应该是根据那个数据去生成这个虚拟分身。啊，这个土豆服务器我是真的忍不了。其实 Final 的这款 Tonalit 整体的一个概念。Final 在几年前就已经进行研发了，并且投入了小范围的一个试用，但是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有点难度啊，因为如果说您想感受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得跑一趟 Final 的总部，那里有一台机器，那台机器会测量上半身的一个形状，以及头部形状，还有听力等等，进而根据这些数据去生成一个个人专属的调音方案。而这款 Tonalit 在概念上或者说原理上面嘛，和之前的那一套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把这个步骤简化了，我们使用手机加 App 再加上 Tonalit 这款耳机就可以完成了。当然了，精度跟那个我认为还是没法比的。这一步已经好了，进入第4步，将聆听配置导入耳机。OK， 这一步的话，怎么闪退了？没事，闪退不怕。咱们重新进入这个 APP 是有记忆功能的，从上一个节点会自动恢复的。
这一步的话，就是将之前在云端生成的数据导入到耳机了。这个过程也需要5分钟的一个时间。回到前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一个耳机在设计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会将耳机放置在人工耳当中进行测量嘛。但是这个人工耳跟我们用户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只能取一个近似值，就是比如说80%相似度啊，或者说90%。事实上，这个星球上没有2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耳朵，就像没有2片一模一样的雪花一样。所以根据人工耳所测量出来的数据，或者说调整出来的音色，与您实际听到的是肯定有误差的。这就是为什么 Final 会开发这一套系统的原因，并且运用了算法去尽可能的将这颗单元的素质与潜力给发挥出来。好，接下来咱们继续等吧。好，终于到了第5步了。音色系数的选择还分为2个阶段，多于10分钟。哇，这应该是最漫长的一个步骤了。不过好就好在这也是最后一步了。大概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等一下会提供3个选项，您去点击这3个选项，看哪一种选项更符合您的听感，边听边选啊。第一阶段的话是正七、负七和03个值，请试听多首曲目，并尝试3种系数的声音，并选择符合以下标准的音色系数，听感最为舒适，没有刺耳或者说疲劳感。大概明白了，就是您听哪个觉得最好听，选哪一种就行了。边听边选，我这里的话就简单听一下，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您如果说购买了的话，我建议您慢慢来，多试几首不同的曲风，摇滚、流行、古典、爵士什么的都试一遍。我这里就简单听一下。0比较好，就选0了。这个过程我倒认为有一点点主观色彩在里面了，就像刚刚页面的提示嘛，就是让我们去选择自然不刺耳的声音。但是这个听感我认为会随着心态啊，或者说个人状态会变化的。比如说晚上您一个人在安静的环境之下听音乐，感觉自然，这时候您选了一个0，对吧？但是可能到了白天，同样的系数就不一定那么自然了。我认为这个还是有点主观的成分的，因为环境不同、心态不同、状态不同，都会影响到人的听觉的。第2阶段的话，不是正七、负七了，而是正3和负3。选择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听哪个顺耳、哪个自然就可以了。这个过程真的太漫长了，前面将这个音色系数导入到耳机花了5分钟，第2次音色系数估计又要花5分钟。总算好了，可以开始听了。看看效果到底如何。这里音色配置就是前面的那个音色系数嘛，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所以哪怕选的不对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亲友音色配置，这个模块的话，其实就是再添加一个用户，比如说您的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也可以感受一下这其中的区别。但是这个过程别人不一定能接受得来啊，确实比较漫长。好，我来简单听一下。区别非常明显。简单的试听了一下2种模式之间的差异，就是耳机自带的标准模式，以及我个人的音色。就是前面扫描了头部啊、耳朵啊等等一系列操作，最终根据这些操作得到的数据，进而生成了个人自定义调音方案。这2种音色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不过2种音色我都可以接受得来。就标准模式而言，是一种温和、平缓、自然、舒缓的音色，听起来不会给到人什么刺激感，或者说有点生硬的那种感觉。就 Tonalite 2000多元的一个售价来看啊，拥有这种音色，我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第2种音色，也就是根据数据进行运算，进而得到的音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个人自定义音色下面，3屏轮廓比起原本标准模式来说，要鲜明的多，也就是听起来声音更加的清晰了。特别是乐器的节像，用我个人的这个专属音色去听的话，乐器轮廓会更加的明朗，整体也更加的扎实和有力了。同时在低频方面，不像标准模式有一点点慢吞吞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声音缺乏一些张力，缺乏一些动态吧。而在我个人的专属调音下面，声音的张力和动态都不存在问题了，并且低频的质量也得到了一个不小的提升。
在低频的下潜还有凝聚力上，都是我个人的这个专属方案，会更好听一些。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个听感啊，因为如果说您拿着这副耳机去扫描您的这个数据的话，得出来的听感不一定跟我一样的，每一个人最终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包括我扫描出来的这个数据给您去听，您得出来的听感差异跟我也不见得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认为是花了一副耳机的钱买了2副耳机吧，毕竟拥有了2种声音，而且这个和 EQ 可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说到这里，咱们该如何去选购这款耳机呢？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 Tonalite 的基础调音，您是否可以接受？您能够接受它的基础调音，那么自定义出来的声音不会让您失望的。而且哪怕失望，那还有一个基础调音保底，对吧？所以选购这款耳机，更关键的是您是否可以接受基础调音的设定。毕竟没几个小伙伴愿意在店里去扫啊、去上传数据啊、去拍照啊等等这一系列操作，弄完这一套流程要30-40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估计没几个小伙伴能吃得消的。所以基础调音非常重要。您如果说觉得基础调音 OK 的话，那么就没有问题。因为再怎么变、再怎么改，也依然是在原本单元的基础上面去做优化，并不涉及到根本，不像 HSX1001直接把单元都给换了，差异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依然好玩，只是需要点耐心。好了，非常抱歉，本期视频耽误了大家太多时间，没想到这个扫描的过程会这么久，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好了，本期不算开箱的开箱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素晴らしき世界に今日も乾杯街に飛び交う笑い声も見て見ぬふりしてるだけの作りもんさ気が触れそうだクラクラするほどのいい匂いがツンと刺した鼻の奥目を覚ます本能のまま今日は誰の番だこの世界で何ができるのか僕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かただその真っ黒な目から涙こぼれ落ちないように願う未来に何度でもずっと食らいつくこの間違いだらけの世界の中君強くなりたいんだよ僕が僕でいられるように素晴らしき世界は今日も安泰街に渦巻く悪い話も知らないふりして目をそらした正気の沙汰じゃないな真面目に着飾った行進鳴らす足音が弾む行き先は消えない味が染みついている裏側の世界